欢迎来到轻声慢读。今天我想和你一起读一段跨越半个世纪的爱情，霍乱时期的爱情。当时间流逝，青春老去，爱究竟会消失，还是变成另一种存在？让我们慢慢读，慢慢感受。先来说说马尔克斯是个什么样的作家，让我来概括。双鱼座，1927年，他出生在哥伦比亚的一个小镇。22岁的时候，马尔克斯从大学退学。当时的他自己描述说，义无反顾地每天抽60根劣质香烟，撰写每日专栏，来赚一些聊胜于无的稿酬，就是非常穷，然后又爱抽烟，而且还辍学。你看，这不是一个很糟糕的人吗？天黑了，他就随便在哪儿凑合一夜，前途一抹黑，生活一团糟，充满了陷阱、推诿、幻想，更要竭力避开无数的诱惑。马尔克斯自己说，似乎我干哪行都行，就是当不了作家。那《百年孤独》和这本《霍乱时期的爱情》，这两本书的阅读经验对我来说很不一样。《百年孤独》是神来之笔，就是炸到我灰飞烟灭。可是为什么孤独呢？就他在写什么呢？马尔克斯在《百年孤独》中有一句话，细心的读者可能发现了，孤独的根源就在于没有爱的能力。所以霍乱时期的爱情可以看作是《百年孤独》的后续。霍乱是在人间，爱情能够把人变成什么样？怎么样才能够拥有爱的能力？就在这本书里，霍乱时期的爱情里写尽了人类所有的爱情状态：暗恋、失恋、单恋、婚外恋、黄昏恋、不伦恋，所有你能想象到的爱情模式，这部小说里都写到了。你说又是爱情，不要小看，爱情是个最大也最小的主题。说它大，是因为我们可能用尽一生也没办法弄明白它；说它小，就是因为每个人都会经历，都会体验，都有自己的故事。所以马尔克斯也讲说，这本书包含了很多经历，我本人的以及其他人的。最重要的是，这本书里面有马尔克斯以前所没有的观点。如果他不是快要60岁了，他不是如此的有生命力和有才华，他写不了这本书。可是在这个年龄，马尔克斯对待很多事情都变得更加的平静。所以霍乱时期的爱情是一本极其宽宏大度的书，这本书一出版就轰动了。那他究竟写了什么呢？精髓就是一对男女疯狂地陷入热恋，但是因为他们太年轻而不能结婚。等到他们各自经历了人生的风雨沧桑，又因为太老了不能结婚。太老了是多老？80岁。在我看来，霍乱时期的爱情里最动人的部分是老年人的感情方式，是随着时间流逝，但人心里依然不灭的柔情。这让我几乎能够确定说，爱就是一种能力，它和年龄没有关系，它就和生命本身有关。书里有一句话，不管在任何时候、任何地方，爱情就是爱情，离死亡越近，爱的就越深。我在想，可能是因为我自己慢慢的年龄大了，我会越来越喜欢霍乱时期的爱情，甚至超过了《百年孤独》。小说里第一个出场的人物是个医生，他的名字叫胡维纳尔·乌尔比诺，名字好长对吧？马尔克斯所有的书都有这个特点，我们就记住乌尔比诺，后面我们还会不断的提到他。刚一走进还处在昏暗之中的房间，医生就察觉出苦杏仁的气味。医生是来处理一桩死亡事件的，死者是他交情最深的象棋对手，一位儿童摄影师。这位医生的老朋友死于中毒。可是医生拜访了老朋友的妻子之后，惊讶地发现，这位妻子早就知道丈夫要这样做了。就在前一夜，这位儿童摄影师在写信，他突然停下来，最后看了妻子一眼，对她说：“请用一支玫瑰纪念我。”发生了什么呢？沃尔比诺医生是位德高望重的人，他刚刚从法国学成归来，就会运用全新的有力的手段，制止了本省最后一次霍乱的流行。这就是当时这个故事的背景。那是霍乱瘟疫流行的时期，那医生就非常受尊重。沃尔比诺医生在那么年轻的时候，声誉就传遍了全国，而且他在本地创建了第一家医学协会，督促建设了城里的第一条高架水渠，第一个下水道系统，还在各个领域都有建树，包括语言学、历史学、科学、艺术。就是这样一个成就满满、才华横溢的医生，战胜了凶恶的霍乱，所以他是一个传奇人物。但这个传奇人物却在老朋友离开之后受到了不小的冲击。他不明白为什么这位向来战斗到最后，
从不屈服的战士，竟然没有完成生命中的最后一次战斗。一生平静和规律的生活被好友的死打破了，可是很快他迎来了自己的死亡，而且死得毫无尊严，极其滑稽。乌尔比诺是怎么死的呢？他死于一只鹦鹉。对，你没有听错，医生家养了一只鹦鹉，它飞出了笼子，怎么也找不着。过了几天，乌尔比诺医生突然在花园的树梢里看到了这只鸟，他就拿起了梯子，准备爬到树上抓住鹦鹉的脖子。就在这个时候，他发出一声胜利的感叹，总算好了。但随即他又放开了那只鹦鹉。为什么？因为梯子在他脚下滑了出去。医生在空中悬留了片刻，意识到自己来不及为任何事情忏悔，来不及向任何人告别，他就要死掉了。然后他就真的死了。那是星期日的下午4点07分。这个时候，马尔克斯写，费尔明娜·达萨正在厨房里品尝晚餐的汤。又一个人物出场了，她是乌尔比诺医生的太太。她忽然听见医生惨叫和仆人们的骚乱，紧接着是邻居们的喧闹。费尔明娜就丢下盛汤的勺子，拖着她这个年龄不可战胜的沉重身躯，尽可能快地跑了出去，疯了似的叫喊着。结果她看到的情景是丈夫仰面朝天，躺在泥水之中，她的心仿佛要爆裂一般。躺在地上的医生感到无比痛苦，透过泪水，他在慌乱的人群中认出了费尔明娜。他诀别地看了她最后一眼。在2个人半个世纪的共同生活中，费尔明娜从来没有看见过医生的眼神如此闪亮，如此悲痛，而又如此充满感激。医生用尽最后一口气对他说道：“只有上帝知道我有多爱你。”对，乌尔比诺医生就这样去世了。这一天，他81岁。你有没有觉得马尔克斯怎么这样写小说呢？这也太不按套路出牌了。前面写了40多页，然后我们好不容易了解了医生，以为要看他的故事了，结果他突如其来就死了，毫不留情。那接下来要怎么办呢？接下来马尔克斯继续讲故事，说这个悲剧的发生不仅震动了医生的家人，而且感染了平民百姓。所有的人纷纷出门来到大街上，幻想一睹医生的风采。这个人已经去世了，全城宣布哀悼3天，公共机构降半旗，教堂的钟声响个不停，直到家族墓地的墓穴被封上为止。这就是一个德高望重的人所接受到的待遇。一个刚刚旅游经过这个地方的画家，他就用感人至深的手法画了一幅巨大的油画。这幅油画呈现了一个画面，就是乌尔比诺医生站在梯子上，定格在伸手去抓鹦鹉的那个死亡瞬间。还是有点滑稽，对不对？感觉很荒谬。这是真的吗？的确是这样。油画被挂到艺术商店，又被挂去艺术学校，在那里还为医生举行了第2次葬礼。马尔克斯在说什么？一个人的死亡并不仅仅是他生命的结束，还在于他从人们的记忆中什么时候消失，那才是真正的死亡。好了，葬礼接近尾声，妻子当然非常悲痛，还非常忙碌。她要招待完所有的宾客，忙前忙后，打算用尽最后一丝力气把门关上。终于只剩下我一个人了。就在这个时候，费尔明娜发现空荡荡的客厅里还站着一个人。费尔明娜在丈夫去世的第1天就遭遇了另一个男人的求婚。这个人叫弗洛伦蒂诺·阿里萨，我们接下来都叫他阿里萨。他们在很年轻的时候就认识，已经几乎有大半辈子没有再见过面了。此刻，阿里萨站在这儿，忽然颤抖而又庄重地把帽子放到胸口的位置，然后凝视着他的眼睛说：“费尔明娜，这个机会我已经等了半个多世纪，就是为了能再一次向你重申我对您永恒的忠诚和不渝的爱情。”没错，你不用炸裂，就是在葬礼上，这个叫阿里萨的人向医生的遗孀求婚了。一个人能为爱等多久？答案是51年9个月04天。我们需要梳理一下，在这么漫长的一段时间里，究竟发生了什么？阿里萨说，在这段时间里，我一直爱着你，从我第一眼见到你，直到现在。在葬礼上表达誓言，这是阿里萨和费尔明娜分手后的第53年。现在，阿里萨76岁，费尔明娜72岁，而费尔明娜的丈夫死掉了。原来这2个人才是主角，姗姗来迟，意外吧？这本书讲的是阿里萨和费尔明娜的爱情故事。费尔明娜听到了阿里萨的表白，她气急败坏，她说滚，然后她用最恶毒的语言给阿里萨写了一封信，那是后来的事情了。
读完《霍乱时期的爱情》第1章，我们就知道费尔明娜和阿里萨年轻的时候相爱过，但他们的爱情失败了，否则费尔明娜不会嫁给了医生。接着我们开始往下读第2章。读着读着，马尔克斯把这对年轻人的爱情写得那么纯洁，那么让人动心，所以你一定会非常好奇，说他们这么般配，这么相爱，那是什么原因让他们分开的呢？我们来说说阿里萨是个什么样的人。他是私生子，他的父亲是加勒比河运公司的创始人之一。虽然父亲一直暗中承担着这个儿子的抚养费用，但是从来没有在法律上承认过他，也没有为他的前途做好安排。所以父亲突然去世的时候，阿里萨的生活就急转直下。那个时候他只有10岁，生活非常艰难，和母亲租住在一间破旧的房子里，2个人相依为命。阿里萨不得不辍学到邮电局去当了学徒。那他当然是聪明伶俐的，他学摩斯电码，他手脚很伶俐，他学拉小提琴等等。阿里萨第一次见到费尔明娜是在一个下午，那个时候他18岁，电报员让他去给一个叫洛伦索·达萨的人送一封电报。这个达萨是个有钱人，因为霍乱的影响，他带着自己的独生女儿和独生的妹妹移民来到了这里。女儿才13岁，她的名字叫费尔明娜，在一个很昂贵的学校上学。就在这次送电报的过程中，阿里萨经过那个花园，透过窗子看见一个上了年纪的妇人和一个少女，2个人坐在2把紧挨的椅子上，正在反复朗读一篇课文。朗读没有中断，但女孩抬眼看了看是谁走过窗前。女孩长着美丽的星河状的眼睛。马尔克斯说，正是这偶然的一瞥，成为这场半世纪后仍未结束的惊天动地的爱情源头。就是王菲那首歌，只是因为在人群中多看了你一眼，阿里萨就一头栽进了爱情的漩涡，再也没能出来。这位长着一双杏核眼的美丽少女是他梦寐以求的姑娘，阿里萨就彻底的改变了。他变成了一个孤独的狩猎者，非常形象。他每天干什么呢？从早晨7点钟起，独自一人坐在花园中一条不容易被发现的长椅上，他偷窥，在杏树的树荫下假装读一本诗集，直到看见那位可望而不可及的姑娘走过。然后阿里萨在这里假装读诗，其实看见的是他心目中那个失意的姑娘。在他眼里，费尔明娜就是花冠女神。这是哥伦比亚一个盲人的歌手写在一首诗里的。花冠女神，她代表着那个最受大家瞩目和喜欢的姑娘。费尔明娜什么样呢？她穿着蓝色条纹校服，带吊袜带的长袜一直拉到膝头，脚下一双系着交叉鞋带的男士短靴，一条粗粗的辫子从后背垂至腰间，辫梢上系着一个蝴蝶结。她走起路来有一种天生的高傲，昂首挺胸，目不斜视，步履轻快，鼻翼微收，交叉的双臂紧抱着胸前的书包。他走路的样子就像一头小母鹿，仿佛完全不受重力的束缚似的。2个星期后，除了费尔明娜，阿里萨已经什么都不想了。这样蓬勃的感情越长越多，无处发泄，那怎么办呢？他的办法是写情书。所以爱一个人就会有话说，你会发现什么事情都聊起来特别来劲。阿里萨决定给费尔明娜写一张简短的便条，结果越写越长。等到他找到送情书的途径的时候，这封信已经正反两面写了60张纸了。那这个时候，阿里萨再也没有办法承受这种心里面的负担，这个爱太沉重了。他把自己的秘密一股脑地告诉母亲。母亲怎么说？他不会说你早恋，你不应该。母亲被儿子的纯真爱情感动得老泪纵横，他尝试用自己的智慧之光为儿子引路。母亲给了阿里萨2个非常明智的忠告。第一，不要把那一沓写满情诗的信纸交给女孩，因为会吓着她梦中的姑娘。应该先让她发现你的热情，这样她不会感到唐突，然后她也有时间考虑。第二，最重要的是，你首先要攻克的不是她，而是她的姑妈。所以这就叫做成年人的智慧。一段爱情所牵涉到的绝不仅仅是激情，它有关系，它是所有社会关系的总和指向的那个婚姻。显然母亲说得很对，阿里萨最后终于鼓起勇气，送出了一封信，只有半页纸。在等待费尔明娜回复的过程中，他太焦虑了。他寡言少语，茶饭不思，辗转反侧，夜夜难眠。这个简直就是《诗经》里面的关雎，就是窈窕淑女，君子好逑，求之不得怎么办呢？乌梅思服，就是我也吃不下，我也睡不着。然后阿里萨开始腹泻，吐绿水，晕头转向，还突然昏厥。这一下可把他的妈妈吓坏了。
因为这个症状不像是相思病，倒像是染上了霍乱。不要忘记，这个爱情故事的背景，那就是一个霍乱肆虐的年代。马尔克斯在这里安排了一个巧妙的隐喻，那就是相思病和霍乱具有相同的症状，它也有相同的作用。我们往下看，费尔明娜怎么想呢？1个月过去了，这位姑娘还没有回信。阿里萨原本不该是她会选择的那种人。阿里萨贫穷，她也不英俊，她挺矮的，瘦瘦的，戴着过时的眼镜，老穿着一个神父一样的长袍。但是她有一种神秘感，激起了费尔明娜难以抵抗的好奇心。她从来没有想过，好奇心也是爱情的种种伪装之一。就你老偷偷的看谁，惦记他，关心他，你要想想自己的心里是不是有他。就在费尔明娜反反复复犹豫不决的时候，她惊讶地发现自己想念阿里萨的程度已经超过了她自己的意愿。她竟然在阿里萨没有出现的时候非常痛苦。她一直在想着他什么时候会来，我应该怎么来回信。读到这，我想起我们讲过另外一本书，就是大家非常熟悉的《小王子》。那里面有一个词说，一个人跟另外一个人建立深刻的关系，叫什么？你们听过？驯养。对，阿里萨所做的就是驯养。他每天出现在费尔明娜的生活里，天天都到，什么也不干。那费尔明娜慢慢就习惯了这个人的存在。到了后来，费尔明娜发现他已经不是好奇了，他有点离不开这个人了，所以一定要和对方建立属于你们的连接。比如说每天说晚安，比如说共同听某一首歌，这个就是仪式感。仪式感非常重要。在2月的最后一个星期五，姑妈来到电报室，她带来了费尔明娜的一封信，她同意了。阿里萨就被幸福弄得神魂颠倒，她就一边嚼着玫瑰花瓣，一边读信，度过了整个下午。这信不长，要读这么久呢？对，逐字逐句，反反复复的读，读得越多，阿里萨吃下的玫瑰花瓣也越多，以至于最后她的母亲不得不像对付小牛犊一样，强行按着她的头，逼着她吞下了一剂蓖麻油，排毒的。所以真是太高兴了，幸福就是这样，你越分享越多，所以那封信会越读越多。那不知道是不是因为年龄，我越来越喜欢看这样的故事，就是2个年轻人情投意合，之后爱情之火熊熊燃烧。马尔克斯写接下来的1年，他们再没有面对面的讲过话，但是在最初的3个月，他们没有一天不再给对方写信，有一段时间甚至1天写2封。阿里萨显然很拼，他每天晚上都不顾自己的身体状况拼命的写信。他为费尔明娜做了很多疯狂的事，比如说用大头针在白色的山茶花的花瓣上为费尔明娜刻下微型的诗句，浪漫吧。他在晚上为费尔明娜演奏小提琴独奏的小夜曲，不断重复着一段华尔兹的旋律。后来大家老在听到一个人演奏这段曲子，就怀疑这个人是不是间谍，所以有人去指控阿里萨，说他用高音谱号的形式向附近的舰队发送暗号。阿里萨还因此被戴上脚镣，在当地警备队的牢房里睡了3个晚上。可是当他被释放的时候，他就觉得怎么会囚禁我这么短的时间，真是太让人沮丧了。因为他会认为我多英雄，我是这个城市或是这个国家里唯一一个因为爱情而戴上了5磅重镣铐的人。你看，爱情就会让一个人冲动，充满激情，而且愿意疯狂的改变。这样狂热的激情和通信即将满2年的时候，阿里萨在一封信里向费尔明娜正式求婚了。费尔明娜答应了吗？在阿里萨对费尔明娜一见钟情的那1年，阿里萨是个卑微的电报员，而费尔明娜是有钱人家的独生女。他们通信2年，几乎没怎么见过面。当费尔明娜收到求婚的时候，她大惊失色，并不是由于地位、条件、外在的这些，她一向把这种情书的来往当成是一种调情。现在对方突然求了婚，婚姻的责任超出了费尔明娜这个年纪的承受极限。对，她才13岁，她请求要考虑一段时间。那先是要求1个月，然后又是1个月，接着再是1个月。4个月过去了，费尔明娜依旧没有回复。这个时候，她再一次收到了白色山茶花。和前几次不同，这次信封中装着的不只是山茶花，还有一份最后通牒。阿里萨说，要么现在，要么永远都不。这简直是威胁，他好像就是在说，我会死给你看的。所以爱情和霍乱都是会死人的。阿里萨也的确感受到了死神的面孔，他实在是太紧张了。那当天下午，他收到了一个信封，他害怕的都不敢打开，
里面是一张从学校练习本的边缘撕下来的纸条，上面只有一行用铅笔写的回答：好吧，我同意结婚，只要您保证不逼我吃茄子。真是伟大的作家，他让每一个人都说出了符合他们身份和年龄的话，这是典型的费尔明娜的特点。而且他最厌恶的事情，最害怕的事情，竟然是吃茄子。之后每一天仿佛都是节日，阿里萨开始和母亲筹备一切，打点房子，筹办物件。他觉得他可以进入婚姻了。突然一天早晨，一个男人出现在电报室里，他点名要见阿里萨。这个男人就是洛伦索·达萨，费尔明娜的父亲。他看着阿里萨对他说：年轻人，跟我来，我们聊5分钟。这是男人和男人之间的对话。达萨是个什么样的人呢？自从妻子死后，他就给自己定下唯一的目标，就是好好的养大女儿，让女儿成为一位高贵的夫人。结果父亲发现女儿心仪的对象竟然是一个平平无奇的电报员，他毫不犹豫就决定这婚事绝对不能发生。达萨拆散2个年轻人的方式非常简单粗暴，因为费尔明娜的姑妈协助这2个年轻人互相传信，最终就被费尔明娜的父亲关进了麻风病院。你看他的决心有多大。所以达萨毅然决定带着女儿去旅行。费尔明娜想要反对的时候，达萨就拿着皮鞭对着桌子狠狠地抽下去，让费尔明娜知道一切都是不可以违抗的。他必须让费尔明娜忘掉一切，忘掉这个叫阿里萨的年轻人。那是一次疯狂的旅行，他们走了很多艰难的路。他们同安第斯山的脚夫们组成骡队，一起走了11天。这一行人骑在骡背上，在内华达山的悬崖峭壁上前行，一时就被炎炎烈日烤得皮肤干裂，一时又被10月的雨浇得浑身湿透。这真是煎熬，是反对爱情的煎熬。上路的第3天，一头母骡子连同背上的骑手一起摔下了悬崖，还把跟它拴在一起的几头骡子都带下去了。费尔明娜全部的行李都跟骡子一起坠入深渊。在那一瞬间，大家都吓坏了。费尔明娜心里在想什么呢？她不是在想那个摔死的可怜的骑手，也不是在看那个粉身碎骨的骡子，她在遗憾，我骑的骡子怎么没有跟他们拴在一起。费尔明娜会觉得，不被允许的爱情比死还可怕。这样艰苦的旅行，远远地离开阿里萨，达萨认为自己的女儿一定能够忘记那个年轻人，没想到他犯了一个错误。这个错误是什么呢？达萨是通过电报把自己的行程告诉小舅子，因为他们要回到那里去探望大家。结果他的小舅子又把消息传给了人数众多、关系复杂、分布在全省各个村庄和角落的亲戚们。他们家族人很多，那大家想起来阿里萨是在哪里工作？电报局。所以他就通过电报了解了他心爱的姑娘整个的路线。他还利用职务建立了一条长长的电报员兄弟阵线，就可以一层一层地追踪费尔明娜的踪迹。就这样，达萨带着女儿在外面漂泊了1年半，他认定女儿已经忘记了过去，他就决定回家的时候到了。他万万没有想到，这1年半里，费尔明娜都可以通过电报和阿里萨保持着联系，2个人的感情依然非常的热烈。这里补充一个彩蛋，这就是马尔克斯父亲和母亲的故事。如果我们去看马尔克斯的传记，他在书里面就说，他的父亲是个电报员，他的父母就是像书里的主人公一样。因为马尔克斯的母亲美丽，出身富裕，所以外公就反对他们2个人的恋情，还把他的母亲带到别的地方去旅行，躲避马尔克斯父亲的这种追求。但是2个年轻人就是靠着电报一站一站的这样来联系感情。马尔克斯的父亲不断的发电报，写情诗，然后表达对爱情的坚定信念。当然，不同的是，马尔克斯的父亲和母亲最终结婚了，否则就没有马尔克斯。那我们书里的主人公经过1年半的旅行之后，费尔明娜回到家里。这一年他年满17岁，父亲把钥匙交给了费尔明娜，这意味着费尔明娜长大了。父亲认为，这个女儿已经可以主宰自己生活的权利了，她可以为自己的人生做决定了。费尔明娜也的确显得很有主见，她开始操持整个家庭里面所有的事务。她决定要出去为这个家采买很多东西。这是费尔明娜回到家乡之后的第1次上街。阿里萨，她终于又见到了费尔明娜，是她能穿过大教堂的广场，而姑妈手里提着买东西的篮子陪伴着她。费尔明娜比离开的时候长高了，线条更加分明，身材更加丰盈，一种成熟的矜持让这个姑娘的美更为纯净。阿里萨感到地动山摇，浑身一震，5脏6腑都要碎了。
他就目瞪口呆地坐在那里，直到那个宛如梦幻的姑娘目不斜视地穿过广场，阿里萨就紧跟着她，却不让她发现。他就一直那么跟着她，目不转睛地看着费尔明娜，看着她的一举一动，不管她干什么，都是世上最优雅的举动，不管她买什么，都是世上最美味的食物。费尔明娜在享受逛市场的乐趣，这个姑娘为家里采购吃的、用的、好玩的，阿里萨就跟着她。这一段写了很多页，每时每刻都在写一个男孩子的视角里看过去，那个他日日夜夜想念的姑娘就在他的面前，他在后面跟着，那他会有什么样的心态？他的变化写得非常细致，不遗漏任何一个情节。一直到费尔明娜走去了一个地方，叫戴比人的门廊，这是一个卖下流唱片的地方。在当时年轻人的角度看来，这个地方是有点龌龊的。阿里萨也这么想，我的女孩，我的花冠女神，怎么可以去这样的地方呢？所以他特别愤怒。可是费尔明娜离完全不知道他的恋人在跟随他，他是无意之中走到这里，还想象着买一块布，这个桌布可以铺在什么样的地方，家里的生活会怎么样，他沉浸在对幸福的憧憬里。就在这个时候，背后传来一个声音，在嘈杂之中，一个唯有他能够听见的声音在他耳边响起。那个声音说，这可不是花冠女神该来的地方。花冠女神，费尔明娜多熟悉，这是他们两个人的暗号。女孩觉得很吃惊，她回过头，在距离自己的双眼2眨远的地方，她看见了自己的恋人。那个让她日思夜想，在心里面滚烫火热的恋人，此刻就在面前。这个人不是信里的那个人，他冰冷的眼睛，青紫色的面庞和因为爱情的恐惧而变得僵硬的双唇。在那一瞬间，费尔明娜恍然大悟，原来自己对自己撒了一个弥天大谎。这个谎言是什么？费尔明娜惊慌地自问，内心的台词是，我怎么会爱上这样一个人？当你已经看不起这个人，那爱就不会存在。阿里萨并不知道费尔明娜在想什么，他冲费尔明娜笑了笑，试图对她说点什么，想跟她一起走。但是费尔明娜挥了挥手，马尔克斯说，就把他从自己的生活中抹掉了。费尔明娜对他说，不，请别这样，忘了吧。当天下午，费尔明娜让姑妈带给了阿里萨一封信，只有2行字，今天见到您时，我发现我们之间不过是一场幻觉。他还让人把阿里萨给他的电报、诗歌和已经送来的山茶花，那些花都风干了，全部带回去还给了阿里萨，同时要求阿里萨归还费尔明娜曾经送给他所有的东西。发生了什么？就这么简单，爱情就结束了。对，我觉得太了不起了，这就是伟大的作家与众不同的部分。我们前面在看年轻人的爱情那么纯洁，那么热烈，只有在那样的年龄和初恋的时候，你才会感受到这样的纯度，好像任何力量都不能够阻止他们。这种这么强烈的爱情怎么会毁灭呢？结果微不足道的一件事就把他们分开了。所谓的微不足道，就是外部的力量只会让2个恋人结合得更紧密，而能毁灭他们的只有自己，哪怕那是一个很小很小的力量，就是看了一眼。这个男人竟然那么不懂他，那么生硬和冰冷地对待他，他不是心里面的那个形象。费尔明娜此刻就认为一切都是幻觉，阿里萨的人设崩了。对，合情合理，马尔克斯认识的那么清楚，而他写的那么好，这就是马尔克斯说的，他们因为太年轻了，所以没办法结婚。这是非常了不起的作家。从此阿里萨再没有机会单独见过费尔明娜，在他们漫长的一生中有过几次相遇，但是阿里萨没有机会单独跟费尔明娜说话。直到51年9个月04天之后，费尔明娜成为了寡妇。第一个晚上，阿里萨就赶来了，他要向她重申，我永远对你忠诚，我始终在爱着你。那中间这么漫长的一段时光，他们各自是怎么度过的？什么是婚姻？马尔克斯在书里说，安全感、和谐和幸福，这些东西一旦相加，或许看似爱情，也几乎等于爱情，但它们终究不是爱情。记住这句话。我们来看看婚姻是怎么发生的。乌尔比诺医生登场了。从故事的开头我们就知道，费尔明娜是他的妻子。当乌尔比诺医生晚年的时候，他们2个人依然相依相伴。医生德高望重，他去世的时候，全城都为他哀悼，为他降半旗，敲丧钟。可是如果回到医生28岁那年，他可是当地最受青睐的单身汉，
他是一个顺风顺水的成功人士，同辈之中没有一个人能像他那样，在学问上一丝不苟，知识渊博，没有一个人像他地位那么高，因为他制止了霍乱的蔓延。同时，也没有一个人时髦的舞蹈跳得比他更好，或者是即兴的钢琴弹奏比他弹得更棒。他风度翩翩，家境殷实，名利双收，迷倒了周围很多的姑娘。姑娘们就私下里抽签来决定，说谁抽中了那个最好的签，谁就来做他的女伴。而医生也很乐于和这些姑娘们相处，虽然他总是若即若离，他高冷，保持着身份和尊贵感。直到最后，他遇见了费尔明娜，他不可救药地被这个姑娘迷住了。那我们的背景又出现了，就是霍乱。乌尔比诺医生是作为治疗霍乱的救星回到这座城市的，他的父亲也是医生，但是因为霍乱而死。所以乌尔比诺回来后，大刀阔斧地做了不少的改变，就是对这个城市起到了推动性的作用。比如说，他推行科学的医疗手段，而不是迷信。比如他填平那些污水沟，修建下水管道，修建厕所，建造卫生的市场等等，这些就是让这种病菌慢慢地得到控制，建立个人的卫生习惯，整个城市的文明都提升了，这是非常重要的事情。我们之前讲过毛姆的面纱，大家还记得吗？面纱的主人公沃尔特面对的也是瘟疫。那在我们现在看来，其实霍乱是一种比较好控制的传染病，因为它主要是凭借不干净的水源和食物来传染。一旦卫生条件好，就保持喝水的洁净度，食物能够加热烧熟，不要交叉感染，那其实没有那么大的破坏力。但是在当时的哥伦比亚，情况完全不一样，这是真实发生的社会事件。马尔克斯是做过记者的人，所以他把当时看到的一些情况写到了小说里。情况有多夸张呢？最有钱的人喝的是最好的水，可是那个水缸里面全都是蚊子的幼虫，真是让人难以置信。城市因为霍乱已经到了濒临毁灭的边缘了，因为霍乱而死的人多到什么程度呢？书里写，霍乱刚刚流行2个星期，墓地就已经满了。尽管已经把一大批不知名的贵人的枯骨迁到了万人坑，但是还是不能腾出一块供大家使用的空出的墓地来。最后怎么办呢？只好把教会的菜园辟出来当墓地，人们在那里挖了一个很深很深的墓穴。所有的这种因为霍乱感染死掉的人，就没有办法用棺木来掩埋，草草地葬在里面。但很快又不得不放弃了，为什么呢？这个书里描写的很惊悚，说因为被填得满满当当的土地变成了一块海绵，脚一踩就渗出一股令人作呕的血水来。这个非常魔幻现实主义。就在这种霍乱让人人都感到畏惧的状况中，乌尔比诺遇见了费尔明娜，他们的爱情是一次误诊导致的结果。乌尔比诺的一位医生朋友去看了一个18岁的女病人，他觉得这个人有可能是得了霍乱，就请求乌尔比诺去看一看。那由于霍乱当时是一个非常警惕的词，乌尔比诺当天下午就去了。这位18岁的女病人就是费尔明娜，诊断的结果很显然不是霍乱，只是一次食物引起的肠道感染，所以这是个误诊。事情本来就应该结束了，但是到了第2周星期二，没有收到邀请，也没有事先的知会，乌尔比诺医生又在下午3点来到了费尔明娜的家。下午3点是喝下午茶的时候。那个医生，你是一个有职业的人，你为什么在这个时候来呢？人人都明白了医生的心思，而费尔明娜很快就发现，父亲在撮合他和医生这件事上花尽了心思。父亲会看似随意地对费尔明娜说，想想看，要是你母亲知道你被一个乌尔比诺家族的人看上了，他会是什么感觉呀？对，父亲竟然会替追求者送信，这简直是不可思议的转变。大家都没有忘记父亲是怎么对待阿里萨的信件的。为什么会这样？因为乌尔比诺太符合父亲心目中对于女婿的标准了。还有比这个小伙子更合适的人选吗？接着情况变得越来越夸张，费尔明娜接连收到匿名信，大意都是在说，如果你放弃借由这个全城最受倾慕的男人飞上枝头的想法，那一定会当众除丑的。就是说，你不嫁给他，你再也遇不到比他更好的了。而且费尔明娜当时那个学校的校长，身份尊贵的人也来撮合他们俩，还有费尔明娜的表姐，她不明白说自己的表妹怎么会看不上这么优秀的乌尔比诺医生，她就撺掇着带着费尔明娜上了医生的马车。就在这个短暂的相处时，费尔明娜脸涨得通红，她太痛苦了。回到家里，她就一直做噩梦，到处都能看见乌尔比诺医生。惊醒的时候天还没亮，费尔明娜精疲力竭，
他闭着双眼，但非常清醒。他在想，我今后还要活无数个年头。之后他写了一封信，那是一封具有费尔明娜独特风格的信，很短，只有一句话：可以，医生，去找我父亲谈吧。看到这儿我就大笑，这是马尔克斯独有的幽默。为了活得长，我还是结婚算了，否则我要被他们折磨死了。因为没有爱，生长不出爱来，也是很痛苦的事情。没有爱，费尔明娜就选择了体面的婚姻。她嫁给了城里最炙手可热的绅士，家世好，长相好，工作好，简直无可挑剔。唯一的问题可能就是爱。他不爱她，沃尔比诺医生也不爱费尔明娜。在新婚旅行时的一个夜晚，马尔克斯这样写：医生心里明白，自己并不爱她，同她结婚是因为喜欢她的高傲，她的严肃，她的力量，也因为自己的一点虚荣心。但当他第一次吻新娘的时候，他确定没有什么障碍能阻止他们建立一份完美的爱情。在第一个晚上，他们什么都聊了，一直聊到天亮，就是没有谈到爱情，以后也永远都不会谈到它。爱情是能够建立的吗？费尔明娜就这样嫁为人妻，步入了婚姻的殿堂。婚后的生活怎么样呢？医生门第显赫，家财万贯，费尔明娜就过上了贵妇的生活。当然，幸福的家庭千篇一律，这是托尔斯泰的原话。费尔明娜的幸福生活也没能逃过生活中的一地琐碎。新婚旅行回来之后，费尔明娜就从甜蜜的浪漫中回到了接地气的现实中。她每天为家里的柴米油盐操心，要根据天气和场合为丈夫挑选合适的衣服，在前一天晚上就按照顺序整齐地放在椅子上，让丈夫从浴室里出来的时候能够方便地穿上出去上班。家里有难以相处的婆婆，逼她吃各种做法的茄子，并且要求她学会弹钢琴。你说这有什么？还记得费尔明娜最讨厌的事是什么吗？就是吃茄子。所以真正的痛苦就是她不能承受的事让她痛苦，她能承受的事情就不是痛苦。还有一个性格古怪的小姑子，无休无止地给费尔明娜差评。有一天，费尔明娜受够了这样的生活，她就绝望地对沃尔比诺说：你不觉得我一点都不幸福吗？沃尔比诺用孩子般天真明亮的大眼睛注视着他，他说：你要永远记住，一对恩爱夫妻最重要的不是幸福，而是稳定的关系。看，这就是婚姻。马尔克斯一句话就写完了。在漫长的岁月里，这对夫妻慢慢地学会了在婚姻里各取所需。费尔明娜说，好的婚姻就是控制对对方的厌恶。他们越来越相处融洽。费尔明娜几乎以为婚姻里并不需要爱情，她把阿里萨几乎全部抹去了。她和丈夫开始在各种社交场合中出双入对，俨然一对完美的夫妻。但婚姻还是要经历很多考验，才能够维持下去。所以且行且珍惜，因为真的行走起来并不容易。中年的时候，沃尔比诺出轨了，对方是一位混血姑娘，很年轻。费尔明娜伤心欲绝，她再也忍受不了了。她搬去了表姐的庄园，和丈夫分居。她跟丈夫彻底地谈了一次。沃尔比诺一直在想，终于有一天，我也会遇到自己的爱情。可是当费尔明娜离开的时候，沃尔比诺意识到自己承受不了。他和情人断绝了关系，然后一次一次地上门道歉。用了2年的时间，费尔明娜选择了原谅，他们和好了。从此以后，沃尔比诺再也没有出过轨。他一心一意地做事业，然后在家庭里面维系所有的关系。重大的事件发生在他们结婚30年的时候，他们差一点就要决裂了，因为吵得太厉害。为什么而争吵呢？一块香皂。事情是这样的，沃尔比诺医生在洗澡的时候发现没有香皂了，他就自言自语说，差不多有1个星期了，我洗澡都没有香皂。费尔明娜在一旁听到后非常生气，的确没有香皂了，但不是1个星期，明明是3天，为什么你要说是1个星期？于是他很大声地对沃尔比诺医生嚷道，这几天我每天都洗澡，一直都有香皂。就是这么小的一件事，像我们生活中会遇到的丈夫指责妻子，你没把家里的什么事做好，妻子嘴硬，不想承认错误，因为太烦了，我已经为此付出了很多了，总是不能让人满意，然后2个人就陷入了冷战。沃尔比诺医生编了一个理由，搬去了医院实习医生的宿舍里去住，只要费尔明娜不承认浴室中没有香皂，他就不打算回来了。而费尔明娜呢，她也很生气，她觉得只要沃尔比诺医生不承认自己未折磨她，
故意说谎，夸大事实，他也不准备接受他回来。两个人就这样冷战了足足4个月，最后以乌尔比诺医生的认输而告终。医生再次回到祖传的羽毛床上说：“让我留在这儿吧。”的确有香皂。当他们步入老年，对时间一往无前，回忆起这段往事，无论是乌尔比诺医生还是费尔明娜，都无法相信这样一个惊人的事实，就是那次因为香皂引发的争吵，竟然是他们长达半个多世纪共同生活中最为严重的一次，也是他们唯一一次萌生了放弃的念头，希望开始过另外一种人生。这段写得特别有意思，也许我们很多身边的婚姻到最后都是这样，没有激情也没有问题，连最重大的问题其实都不是问题，因为它过于重大，所以会重视，会想办法解决，会弄清楚你究竟想要什么，你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可是生活中那种小小的考验，反而时时刻刻让人崩溃，每天在挑刺，那种小小的厌恶积累起来，最后突然就爆发。爆发之后你会发现，不知道为什么，但就是不能再接受了，就忍不住了。但最后呢？想一想，至于吗？还是忍受了，继续在一起，就这么过吧。马尔克斯就用一块香皂，把婚姻里的矛盾写得淋漓尽致，把一对从中年步入老年的夫妻写得非常真实。那人到老年后，婚姻会是什么样呢？我们都会有老的那一天，无论你是一个人、2个人，还是别的什么方式，可能都会想，如果有一个伴，那怎么相处呢？相伴50多年后的乌尔比诺和费尔明娜庆祝完了他们的金婚，他们发现谁离开谁都无法生存片刻，甚至每一刻都不能不想着对方，而且随着年纪越来越老，就越来越是如此。可无论他还是他，这2个人都无法说清，这种互相依赖究竟是建立在爱情的基础上，还是习惯使然？他们从不曾为此问过自己，因为2个人都宁愿不知道答案。那随着年龄的增长，乌尔比诺医生明显比费尔明娜衰老得更快。费尔明娜开始照顾医生，按照新生儿洗澡的程序给他洗澡，帮他穿衣服，出门的时候陪伴在他身边，小心地提醒他应该注意一些什么。他们都深深地知道，彼此就是对方最好的伴，谁都离不开谁，2个人还是彼此包容的。乌尔比诺也改变了很多，比如说他非常讨厌动物，他立下了一个家规，不会说话的东西不准进咱们家的门。可是费尔明娜对动物有一种盲目的热爱，医生只好妥协了。费尔明娜在家里面养了3只达尔马提亚斑点狗，阿比西尼亚猫，宫廷波斯猫。费尔明娜还养了一只鹦鹉，医生在无聊的时候就去教鹦鹉法语、拉丁语，模仿男生女生说话，那鹦鹉就会说很多话。最后乌尔比诺也就是为了去抓费尔明娜的这只鹦鹉，意外的死亡。还记得那个开头吗？医生81岁不幸去世，城里的丧钟敲响。在医生离世的时候，费尔明娜的心痛到无法呼吸，因为嫁给医生，她得到了51年的爱护。那么阿里萨是怎么度过等待的时光的呢？费尔明娜结婚的时候，这个小伙子痛苦极了，他不说一句话，不吃不喝，整夜不歇地流泪。母亲非常担心，就给他找了一个电报员的职位，在很远的一个小城，距离这个地方有20多天的路程，希望他能够乘着船，远离这个伤心之地，重新振作起来。那阿里萨坐在那个船上，他发了高烧，然后他还遇见了一个28岁的寡妇，非常饥渴，夺走了他的童真。就在那个船上，阿里萨决定，我不要离开这座有费尔明娜的城市，我要回去，所以他返回来了。那一个人该怎么样治愈自己失恋的痛苦呢？阿里萨开始周旋于各色的女人间，寡妇、少女、有夫之妇、混血等等。在50多年里，这是他做的第一件事，用25个本子记录和自己有比较长恋情的女人。这数字是多少呢？是622个。而且这还不包括那些跟他有过短暂的，让他根本想不起来的那些女人。这很难让人相信，他不是一个忠贞的人吗？他不是为了费尔明娜等了51年，你是怎么等的？可是阿里萨坚称自己还爱着费尔明娜。我们来说说阿里萨的这些女人们，比如这其中有一个寡妇，她在战乱的时候无家可归，阿里萨的母亲也真的是操碎了心，她就把这个寡妇安排在了儿子的卧室。因为那个时候阿里萨刚刚跟费尔明娜分手，她失恋，她痛不欲生，母亲盼望用另一段爱情来疗愈她的儿子。结果阿里萨果然跟这个寡妇疯狂和放肆的爱恋了6个月。
忽然有一天，在没有任何预感的情况下，阿里萨又见到了费尔明娜。这个时候，费尔明娜已经有了6个月的身孕。但最让阿里萨感慨万千的是，费尔明娜是那么的美，她和她的丈夫组成了令人羡慕的一对，两个人看上去那么的从容，周旋于他们的世界，仿佛跟周围的艰难险阻没有关系。你们知道阿里萨心里的感受吗？她没有嫉妒，她也没有愤怒，她感受到了巨大的自卑，她觉得自己可怜丑陋，不仅配不上费尔明娜，也配不上世界上任何一个女人。就在这一次见到费尔明娜后，阿里萨明白了，她这辈子唯一的挚爱就是费尔明娜。她做了一个决定，这个决定也非常神奇。她下了狠心要赢得名誉，赢得财富。为什么呢？她要配得上费尔明娜。她根本没有考虑费尔明娜已经是有妇之夫了，她马上要迎来自己的孩子。阿里萨同时认定，总有一天，那个叫乌尔比诺的医生是会死的。我虽然不知道那会在什么时候，会怎么样发生，但那是一件势不可挡的事情。到了那个时候，我会跟费尔明娜重逢。所以你看他的选择。第一，他开始跟别的女人交往。他本来想要为费尔明娜苦苦地保留自己的童真，可是当那个寡妇夺走了这一切之后，阿里萨会认为说，其实他有另外一种方式来坚守对于费尔明娜的爱，那就是不管他经历什么，可是费尔明娜在他的心目中依然是唯一的花冠女神。那么另外一件事，我要等待他，我要跟他重逢，所以我要配得上他。就像赫尔曼·黑塞就写《悉达多》的那位作者说过的，有的人认为坚持会让我们变得更强大，但有的时候放手也会。阿里萨放手，可是从这一天起，她决定要努力配得上费尔明娜，要等到她的丈夫去世。阿里萨去找到自己的叔叔，也就是那个河运公司的老总，表示愿意听从他的差遣。他要努力工作，他要改变命运。接下来他真的非常努力，没有任何一种工作能击败他，不管多么艰难，多么屈辱，少得可怜的工资也没有让他灰心。上司那么的傲慢无礼，同僚在讥讽他，可是他永远有那种无畏的勇气。他也不是一个逆来顺受的人，他会对那些挡在他路上的人报复，他什么事情都做得出来。就这样，阿里萨改变了一切，他换了朋友，改变了饮食习惯，他保持自己的身材，包括到年老的时候，他都决定要保持自己旺盛的情欲和他的生命力。他抱着坚定的决心，认为我做这一切都是为了重新赢得费尔明娜，这是我生活中唯一的目标。爱情此刻已经变成了他的信仰。终于在奋斗了几十年后，他的叔叔92岁了，就指定他的侄子阿里萨成为自己唯一的继承人。阿里萨成为了这个河运公司的董事长兼总经理。他就职的那一天，喝了很多香槟酒，他感谢大家，声音微微颤抖。这个微微颤抖不是由于职位，不是由于同僚的恭维，奉承和这个地位，也不是因为香槟。理由是什么呢？阿里萨已经完成了生活中所有能想和能做的事，达到了人生巅峰。接下来，他只是要活着，健康的活着，直到自己得到费尔明娜的那一刻到来。这真是个刻骨铭心的决定。就在这个晚上，阿里萨董事长不仅仅想起了费尔明娜，他还想起了他所有的女人。当然，那个数字比622个更多。我们挑其中的几个讲讲。罗萨尔巴，他最早的情人，在一条船上，这个女人夺走了他的童真。他记得她的名字，他想起了那个拿撒勒的寡妇，就是在他们家住了6个月。他靠跟这个寡妇的放肆混乱，然后度过了最痛苦的时期。他们在将近30年的时间里，保持了断断续续的情人关系。阿里萨也想起了他爱过的其他人，有一位叫皮特雷的人，是他的情人中还活在世界上的最老的一位，人们都叫他二夫寡妇，因为他曾经2次守寡。还有一位遗孀，那个女人疯狂地爱着阿里萨，即使不能让阿里萨属于自己，也不愿意让他属于别人，他一定给了那个女人痛苦。还有很多人，所以阿里萨学会了一件他体验过多次的事情，那就是他可以同时爱上好几个人，并且带着同样的痛苦，爱着他们所有的人，不背叛其中的任何一个。这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啊？像不像《天龙八部》里面段誉的父亲段王爷，爱着所有的女人，不背叛他们其中的任何一个，和每个人在一起的时候都是真诚的，可是只要离开，转眼就忘了他们。该怎么评价这样的人呢？
我们可以先想一想，不要着急找出一个词。阿里萨还想起了一个叫瓦隆的女人，那个女人曾经是一个传奇的地下交际花，而且她在战争的时候获得了一个封号，叫大众圣母。她多令人难忘。甚至在阿里萨70岁的时候，他还诱惑了一个年轻的少女，成为他的情妇。这个人叫阿美丽加。阿美丽加还在上学，后来她是阿里萨唯一的情妇了。就在那个星期天，阿里萨正在送阿美丽加回学校的路上，他听见全城的丧钟都响了起来，这一直响个不停的钟声，让阿里萨心中疑惑。他就把手搭在司机的肩膀上，凑到他的耳边大声地问：丧钟是为谁敲的？这个动作真的是太厉害了，因为只有老人才会凑到别人耳边大声地说话，这是他的年龄。司机说，是那个医生，留山羊胡子的那个。他叫什么名字来着？阿里萨不用想就明白司机说的是谁。从费尔明娜结婚的那一天起，阿里萨做的所有的事情都是为了有朝一日能听到这个消息，就是乌尔比诺医生死了，他可以追求费尔明娜。现在这个时刻终于来临了。在此之前，阿里萨经历过无数个不眠之夜，可是等到这一天真正的到来，他并不像自己预期的那样会非常激动，会有一种胜利感。相反，他的确在发抖，那是恐惧。他清醒地认识到，如果他死了，丧钟也会这样为他而鸣。这是一种什么样的心境？就是有很多事真的是不能等的，再不做，可能就永远没有机会做了。所以阿里萨断然要求他的司机把车掉个头，开去葬礼上。他前往追悼，留到最后，在费尔明娜成为寡妇的第一个晚上，他向费尔明娜求婚。这个时候，阿里萨已经76岁了。76岁的人做这样的行为显得不合时宜，可是他要坚持下来，他要向费尔明娜表达心意。接下来有2个礼拜，他几乎无法睡觉，他几乎绝望了。他在想，我是不是做这一切依然是得不到回应的，依然是白费的。然后费尔明娜回信了，他一生的恋人终于给他回信，这就是半个多世纪以来他一直在等待的信。我们知道那是一封什么样的信，对吧？就是费尔明娜对他骂了滚之后，写了一封长达3页的辱骂信。在信中，费尔明娜倾泻了所有的愤怒，说了最残忍的话，怎么样伤人怎么说，甚至诋毁阿里萨。费尔明娜为什么会有这么大的怒气？能否平息呢？在乌尔比诺医生去世后，费尔明娜难以接受，忽然变成了孤身一人。50多年来都共同生活的伴侣消失了，费尔明娜还是觉得医生的一切都会让她潸然落泪。枕头下的睡衣，那双在她看来只有病人才会穿的平底拖鞋，还有她遗留下来的皮肤的气味。费尔明娜试图摆脱乌尔比诺的幽灵一样的存在，她清理了家里的东西，有的扔了，有的烧了，眼不见为净。就在这一切渐渐消失的时候，他突然发现自己心中还有一个幽灵，那就是阿里萨。费尔明娜总认为自己18岁拒绝了阿里萨之后，那个男人就一直怀恨在心，他总是准备报复。而在葬礼上的表白，是阿里萨向自己所做的复仇行动的第一步。所以费尔明娜怒火中烧，他把对阿里萨的愤怒、对乌尔比诺的愤怒、对自己的愤怒全部写在纸上，骂他、侮辱他、挑衅他，交给了阿里萨。可是没想到，阿里萨不但没生气，还兴冲冲地做好了一系列的准备。他把这封信拿去问他的红颜知己，如果你收到了一封非常不礼貌的信，你会怎么样呢？在他看来，一切都冒着粉红色的泡泡。接到费尔明娜信的第5天之后，阿里萨到办公室搬了一台打字机回家。在那个时候，打字机不但稀罕，而且复杂，没有人拿它写情书，所以大家看见他都发出一片友好的嘲笑，说老鹦鹉是学不会说话的。毕竟阿里萨已经76岁了，但他非常坚定。他花了不到半个月，撕碎了半令纸后，他终于打出了第一封准确无误的信。阿里萨开始持续给费尔明娜写信，又恢复到了年轻的时候，对吗？爱情可以让人返老还童，就像那一年，费尔明娜只有13岁，一开始1个月几封，后来1周收到几封，甚至每天1封。阿里萨就这样不断地写。6个月过去了，1年过去了，他始终在写，完全没有回应。其实费尔明娜每一封信都看了，而且阿里萨在信中写到的关于死亡、关于亲情、关于友谊、对青春的看法，给了他很大的抚慰感。他已经离不开这种信件的交流，但他一直不知道该如何回应。没想到有一天，阿里萨突然不请自来，登门拜访，
并且以后每个星期二，阿里萨都例行公事，一定会来拜访他。又开始了，对吧？驯养。阿里萨要重新让费尔明娜离不开他，习惯他。到了第2个月的月末，每个星期的见面已经成为2个人的日常习惯了。阿里萨以前追费尔明娜的时候，就是个有耐心的情人，或者说是个爱情的猎人。他可以重复做一件事，不厌其烦，直到费尔明娜离不开他，爱上他。面对母亲的恋情，费尔明娜的一双儿女都看在眼里。儿子很为母亲感到欣慰，他觉得2个孤独的老人情投意合，是有益健康的。可是女儿奥菲利亚的态度截然相反，她认为这简直太难堪了，真是很糟糕。奥菲利亚说：“我们这个年龄的爱情已经很荒唐了。”她叫喊道：“到了他们那个年龄，那就是卑鄙。”费尔明娜一言不发地听着，的确是，她老了，很多人没有意识到吧？老人是也是有爱的，老人也是需要生活的。费尔明娜的反应呢？她连眼皮都没有眨一下。等女儿一说完，费尔明娜仿佛变了一个人似的，她又有了生命。马尔克斯写费尔明娜的语言，这段太漂亮了。我唯一感到难过的是，没有力气用鞭子抽你一顿，那是你应得的，为的是你的无理兼恶毒。费尔明娜说：“你现在马上给我滚出这个家！我以我母亲的遗骨发誓，只要我活着，你就休想再踏进这个家门。”他用他最好岁月里的精妙口才说出了心里话。1个世纪前，人们毁掉了我和这个可怜男人的生活，因为我们太年轻。现在，他们又想在我们身上故技重施，因为我们太老了。让他们见鬼去吧。他说：“如果说我们这些寡妇有什么优势的话，那就是再也没人能对我们发号施令了。”我看到这一段的时候，就狠狠地拍自己的腿，觉得太帅了。所以老人是意味着什么呢？它不是一个年龄上的数字，它是一种状态。一旦你能够为你的生命做主，那么你就跟老没有关系。在故事的尾声，费尔明娜和阿里萨踏上了一段旅程，这是浪漫至极的结尾。费尔明娜说：“我真想离开这个家，一直走，一直走，一直走，永远不再回来。”阿里萨就说：“那乘船去吧。”于是，在某个7月7日，费尔明娜和阿里萨登上了一艘船，它叫新忠诚号。这是阿里萨刚刚被任命为河运公司董事长的时候就下令建造的，是他的船。他内心确信，迟早有一天，这艘船会成为他和费尔明娜幸福的世外桃源。你看，愿望还是要有的，万一实现了呢？在船上，白玫瑰的芳香，华尔兹小夜曲的浪漫，不分昼夜的甜言蜜语，他们沉浸在一种超乎现实的浪漫之中。阿里萨和费尔明娜相爱接吻，真正拥有了彼此。在半个多世纪后，这段恋情终于修成了正果。马尔克斯在书中没有回避老年人的身体和情感，在床上这一段发生关系，他写得非常细腻和感人，写得很长，大家可以自己去看。我当时就是眼泪都掉出来，潸然泪下，能够闻得到那个灰尘的气味和松弛的皮肤，可是感受到爱情的动人。阿里萨对费尔明娜说：“我还为你保持着童真。”不知道大家听到这句话会有什么样的感受，也不知道书友们读到阿里萨之前的那些622个情史，你有没有觉得不舒服？说这个人这么渣，很容易有这样的想法。他的某些行为确实突破了道德底线，哪怕是最宽松的道德底线，他都做了应该承受非议和惊世骇俗的行为。比如说阿里萨最后的情人阿美丽加，14岁还是学校的学生。因为他的抛弃，这个女孩子结束了自己的生命。比如说，她有一个情人是养歌女，因为跟她发生婚外情，被自己的丈夫活活的打死。这些人的消逝，其实没有激起阿里萨在道德上的内疚，也没有改变她。那么什么能够改变阿里萨呢？有没有发现，马尔克斯从头到尾都在写，让阿里萨改变以及保持忠贞的只有一个词，就是爱情。那么阿里萨和那些女人的关系呢？这是一种挑战，这种挑战在跟伦理冲突的时候，到底该怎么样来解释它，或者来定义它呢？如果你有这样的疑问，那真是太好了。每一部经典真正的价值都不是为了让你幸福，而是为了让你不断的有问号，让你突破自己原来的看法。我们说局限，就是为局所限。当你能够打破这个局，你会发现说，既然有人是这样想的，既然有人会这么做，你就会觉得天地宽了。不是要你认同他，也不是要你对他表示肯定，
只是当我们发现有人用这种方式在生活，那有没有对我们带来一些启发呢？有没有让我们想得更多呢？如果有，那经典的价值就呈现了。所以我没有能力在这里给大家一个答案，但我相信书友们可能会跟我一样有这样的困惑，就是阿里萨明显经历了那么多的人，他怎么还会向费尔明娜宣称为他保留了童真？这本书的书名叫《霍乱时期的爱情》，但是读完整部书，没有任何一个重要的人物是因为患上了霍乱而死去的。小说里真正令人痛苦、令人感染、令人改变的是什么呢？就是爱情。而在马尔克斯的笔下，相思病和霍乱具有同等的症状。阿里萨对费尔明娜一见钟情后，他晕头转向，还突然昏倒，这就是一种病。那么为什么不能直接大大方方地说爱情是一种病，而要用霍乱来掩盖这件事呢？马尔克斯曾经有一次接受采访，他有一个说法：在加勒比海地区，爱情过去一直受到压制，你觉得奇怪吗？当然不是。即便到了今天，我们身处不同的文化，可以不费吹灰之力地去阅读那些经典，然后去接触小说里面描写的那些爱情，会发现有一些东西挑战了我们的禁忌，会知道有一些人是被非理性的力量推动的，我们就会发现，这样的人的确让人困惑，因为他们动摇了既定的社会结构，包括经济的、伦理的、道德的等等。那我们到底应该怎么对待这些人呢？其实不重要，就马尔克斯所书写的这段恋情，首先是和世俗的偏见对抗。年轻人的初恋一定是幼稚的吗？门第的悬殊是否无法跨越？老年人能不能够拥有真正的激情之爱？一段爱情能不能跨越半个世纪之久？包括爱情发生了之后，还会不会移情别恋？你看霍乱时期的爱情里，描写了所有的爱情形态。马尔克斯没有对他们说不能，也没有去唾骂他、批评他，他非常宽容。爱情本身就具有无限的可能。如果你读这本书读得非常仔细，还会发现马尔克斯在这部小说里，他把浪漫之爱当成是重要的信仰。在这部小说的结尾，阿里萨和费尔明娜乘坐的新忠诚号永不靠岸，连这个名字也有了别样的含义。书中描写说，旅行刚开始的时候，马格达莱纳河简直是一派末日景象，雨林毁于乱砍滥伐，动物被猎人赶尽杀绝，河流上飘满肿胀的尸体。而当他们决定扬起霍乱的黄旗，让这艘船永远行驶在海上之后，费尔明娜发现玫瑰花比从前更香，鸟儿黎明时的歌声也更动听了。他还发现上帝又造了一头海牛，把它放到了塔马拉美克的河滩上，目的就是把它唤醒。船长也听到了海牛的叫声，命令改变航向。于是他们就看见了这个体型巨大、刚刚分娩的母亲，海牛正把幼小的孩子抱在怀中喂奶。海牛就是传说中的美人鱼。书里写，船长看了看费尔明娜，在她睫毛上看到出霜的闪光，然后他又看了看阿里萨，看到的是他那不可战胜的决心和勇敢无畏的爱。这份迟来的顿悟让船长吓了一跳。这句话很漂亮，他说，原来是生命而非死亡，才是没有止境的。见鬼！那您认为我们这样来来回回的究竟要走到什么时候？船长问。在53年7个月零11天以来的日日夜夜，阿里萨一直都准备好了答案。他说，一生一世。对，这就是结尾。马尔克斯是在58岁的时候写的霍乱时期的爱情。他慢慢的年纪大了，对老年人的生活和思考也更加关注。进入晚年之后，马尔克斯的身体饱受病痛的折磨，他先后患上了淋巴癌、老年痴呆症，还有别的一些疾病，持续恶化。在马尔克斯72岁的时候，他跟读者写过一篇告别信。他在信中说，我愿意启发世人，别以为年纪老了就不该谈恋爱，这是大错特错的。人就是因为不再恋爱才会衰老。我希望给小孩子一对翅膀，让他们自己学习飞翔。我希望教会老人家，死亡不会和高龄一起来，死亡通常和善忘相伴。马尔克斯说，我年轻过，落魄过，幸福过，我对生活一往情深。霍乱时期的爱情今天就到这里。如果你喜欢这样的分享，欢迎点赞订阅，这将对我有很大的帮助。那我们下次再见。